身高2米，稻花香里自有传奇。移植的香度就会变淡。白种鱼饭，以鱼为饭，另辟蹊径。米饭蒸煮出来比较鲜甜，可以当饭吃。一碗白粥为何坐拥3000佳丽？主辅变化的运筹帷幄就在一粥一饭之间。老广的味道之主辅。饭者，百味之本，主食2字道尽米的地位。而作为配角的辅菜小吃，可席间点缀，也可变化万千，艳惊四座。食不厌精的老广知道，享受美食还得从最普通的一碗米饭开始。一好啊！饶平3饶镇，数百年前人们迁居而至，好山好水出好米，稻花香里说丰年。种田如绣花的农耕习俗，让这里的水稻别具风格。7月，山美乡的刘维才和父亲开始了新一年的晚稻种植。他们种的水稻有着神奇的身世，当地俗称香水稻。山美乡内，2座山峰对峙而立，清澈山泉流经村庄，河流之间有土地300-400亩，此处生产的稻米才能冠名香米2字。3个月后，水稻抽穗，稻谷中包裹着米浆，稻田自然散发独特馨香，香水稻开始展现与众不同。普通水稻才1米1多，你看这个水稻，当然现在已经有1米7左右了，估计还要再长30-40公分。等到沉甸甸的稻谷压弯稻杆儿，收获的季节到了。晚稻口感更好，本地人坚持1年1种，种植周期比普通水稻要多20天。像书里面有记载，这种水稻呢移植到别的地方去种，它第2年呢就剩下3-4成，第3年就一点香味都没有。今年收成不错，刘维才和父亲都十分的高兴。但在4年之前，刘爸爸并不支持儿子回乡创业。一辈子土里刨食，刘爸爸深知农事艰难，香水稻产量极低，村里仅剩1户人家种植。在外开西餐厅的儿子却要复兴面临凋敝的香水稻，决定返乡一搏。好在第1年种下的水稻没有亏本，还赚了钱，这给了刘维才扩大规模的底气。收获时节，除了抢收自家稻谷，刘维才还得到其他农户那儿走走。係咪啊？來茶啊！你見呢個直路咧都係咩啊？從外邊咯。你咁樣一路直個價錢啊，到本了。再幫我謝謝。2014年，试种成功的刘维才成立了香水稻合作社，免费提供种子，无条件收购，鼓励农户种植香水稻。蒸又嚼實，你咁多家己整個家己又食，嗱啲話咁多胡椒切麥燈了，我哋溝乾淨。辣汁切。尝到甜头的农户纷纷跟着种植，合作社从最初几户发展到现在的80户，香米的品质在统一的生产标准下得以保证。和其他水稻的细长型不同，香水稻稻穗呈椭圆形，赤色且有褐色条纹，骨壳有短毛，顶端有短芒。趁着阳光，家家户户开始晒稻谷。收回来的稻谷得晾上整整1个星期。夏天太阳太猛，一晒米就碎，只有阳光温和的冬日最适合香水稻晾晒。
这也是香米只能晚稻种植的原因之一。在日光作用下，稻谷水分蒸发，香味儿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。这几年，刘维才的种植规模从5亩扩大到了50亩，产量多了，却一度遭遇滞销，香米不适宜存放，刘维才遭遇困境。看着堆积的香米，刘维才又开始新一轮的味道冒险。纯香米蒸熟的米饭，摊凉后撒上酒曲，搅拌后放入瓦缸中发酵。等上半个月，淀粉生成的糖转化成酒精，就可以取出来蒸馏了。到时候粘锅了，这个酒就有糊味了，就没用了。柴火蒸馏提纯出酒，清澈透亮。让刘维才惊喜的是，存放一段时间后，香米酒竟有了比普通白酒更醇厚的香味儿。这个酒精度是70度的。打磨脱壳后的香米，米粒儿圆润光亮，粒粒似珍珠。香米珍贵，常常被作为煮饭的佐料，在普通大米中加上一把，整锅饭便桂香扑鼻，这才有了一家煮饭7家香的说法。而本地人最传统的香米系美食还是果。米团反复揉搓后分成块儿，落水啊！再放入热锅中蒸熟。富有粘性的香米在蒸汽中产生类似糯米的质感，这时候取出来，趁热再经过反复捶打，富有韧劲儿的果团就完成了。刘妈妈也擅长用稻米制作各种果品。果作为潮汕经典的小吃，是过去出远门的人们便于储存的干粮，也是逢年过节潮汕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辅食小吃。而每年丰收时制作香米果已成了刘家的惯例。稍稍放凉的香米果白白净净，有嚼劲而不粘牙，齿颊留香。农忙遭遇雨天，最适合在家招待帮忙的亲友。来这里。吃着香米果，喝着香米酒，刘维才复兴了罕见的香水稻，在农耕的琐碎中找回儿时味蕾的风土记忆。潮汕人不论贫富，早晚都会喝一碗粥，而宵夜的这一碗粥更为重要。每天夜幕降临，吴镇城的夜粥店就开始人头攒动。汕头的夜粥绝非字面上的喝粥，各类海陆空食材阵容豪华，高达400多种，而这些却全部归属于白粥的配菜。配菜在长达10几米的点菜台铺陈开来，即便是熟客也会踌躇不定，难以选择。这里没有那个点菜单，其实这里就是点菜台啊。你喜欢吃哪一种鱼，喜欢吃哪一种卤味，他手一指，我们就把它记起来。本地人喝夜粥必点的3类配菜是卤水、鱼饭和生腌。吴镇城是惠来人，这里主打的卤水惠来美食龙江猪手做了18年。我爷爷
做猪脚到现在40多年了，我10多岁就学他做农间猪脚。小时候读完书啊，然后就来帮他切猪脚，洗猪脚。洗净的猪手顺着关节位分成3段，按大小依次码入锅中，倒入卤水就可以开卤了。卤制过程看似相同，但口味却各有千秋，是否正宗取决于这一锅卤水。我们农间猪脚一个做法就是油滚油，它这个肉质比较香，吃了油，它每天这么翻滚，它就会更香。经过秘制卤汁3个小时的熬制，猪手色泽红润油亮，澄澄诱人，肥而不腻，饱含胶质。靠着这一道精心烹制的猪手，吴振成在汕头餐饮界站稳脚跟。时至今日，菜式选择如此多样，这道配菜依然独占鳌头。生意做大了，配菜显然不能只有卤水。一有空，吴振成便往海边跑。为了能拿到第一手海鲜，吴振成甚至入股了6艘渔船，常常跟着渔船出海，图的就是能优先选购。潮菜对食物的原汁原味极为看重，时刻非常讲究原材料的新鲜。昨天卖剩的货，你今天来煮给我们潮汕人吃啊，他嘴特别刁，他有的顾客一下子就吃出你这个小鱼仔啊，不是今天的。今天天气不好，2次下网，只收获了3厘鱼，吴振成有些失望。买回来的海鲜，一部分将被吴振成制作成叶粥配菜中的打冷。打冷是指各式冷盘熟食，新鲜食材做熟后，等凉冻后再吃，风味别致。吃叶粥，被称为美食毒药的生腌海鲜是最后的至味，腌制以酱油为主料，再加入香菜、大蒜、辣椒等配料，浸入膏蟹、三眼蟹、虾菇、海虾、血蚶、生蚝等海鲜，现浸现吃。食过之后再吃熟食会索然无味，一般会留到最后搭配叶粥。无论海边鱼蟹还是地头瓜蔬，所有的波澜壮阔、轰轰烈烈，最后要辅佐的却是一碗简单质朴的白粥。这样的煮与刺延续100年。早年间，叶粥得益于走江湖的潮剧戏班，人山人海中，商贩单售叶粥的生意应势而长。潮汕沿海炎热，地少缺粮，烧米喝粥已成习惯。叶粥店配菜各个摊档不同，但必有白粥。吴振成深知这味主食的重要性，店里每逢新来的员工，他总要把煮粥的秘诀反复强调。他这个水一开，马上要夹哦，他才不会粘锅。这么一点米，为什么要放那么多水哦？不会的，等一下它熬出来，它这个有比例的。咱们要3碗米就要这么多水，不用几个小时，12分钟马上就能解决的，是不是？潮汕的粥水米比例适中，沉淀10几分钟，在热力作用下形成一层粥浆，米浆稠而不烂。配粥的杂咸、脆瓜、乌兰、咸菜多达上百种而不重样。一碗白粥下肚，貌似平淡的滋味，成就百千配菜的鲜香。一天的奔波劳顿，也被这白粥荡涤得没了踪影。
潮汕地区追求原味儿，广东珠三角地区则讲究物尽其用。将鱼的每一个部位带上餐桌，无论是高档茶楼还是街头食肆，总少不了1、2道关于鱼的辅食小点。在广州，有的食肆甚至靠着一份凉拌鱼皮，即使深藏小巷，历經40年風雨寒暑，依然吸引了無數老廣慕名前往。我老豆咧就順德人嚟嘅，咁順德人咧就好中意食魚嘅，食魚生啊、魚滑啦，啲魚皮掉咗去咧就好浪費。咁我老豆咧就創咗一個菜叫做爽魚皮。碱水洗過後，醃製8到10分鐘過清水，10秒鐘熱水，30秒冰水，時間掐得剛剛好，出來的魚皮才有嚼勁。拌上薑葱、芝麻和秘製醬油，爽脆鮮香。桑吉鱼塘遍地的順德，魚是順德菜的主打。以精細刁鑽為精髓的順德菜裡，幾乎每個餐廳都會有幾道拿手魚類菜品。在順德經營着一間私房菜的秦雨琪，就是一位擅長製魚的高手。為了取得優質的食材，秦雨琪在離店不遠的地方租了幾畝地作為實驗，開辦了小農場，魚自己養，豬自己餵。呢度都係鯇魚、大頭魚。我哋而家就餵啲青菜，等佢保持到佢魚嘅活力，但係就唔會話會長脂肪。主要分布在珠江水系的鲮魚，是老廣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家魚。普通的魚需要刀工加持才能登堂入室。傳統的順德老菜，貌似家常，但全部都是一學難精。切薄啲咧，咁剁嘅時候短啲，但係切厚啲咧會有骨疏。擅長料理魚的秦雨琪，可以將一條魚演變出多種菜式。著名的均安魚餅，需要將魚肉剁碎後反覆揉打，直到打出筋道來。這時的魚肉富有粘性，看似軟嫩的魚肉，煎出來的魚餅卻有了爽脆的口感。最令人拍案叫絕的豉汁蒸鯪魚鼻，只取魚頭中最嫩滑的魚嘴，用豉汁蒸出醬香，各中細微差別，精明的本地食客總能辨出高下。秦雨琪也在傳統順德菜的基礎上，不斷加入自己的想法。魚骨熬製的高湯煮粥，只取細膩的粥水，加入剔除魚刺的魚肉、瑤柱絲、絲瓜等11種配料，用粥水煮的拆魚羹，就是秦雨琪自創的拿手菜。食物是入口之物，秦雨琪很在意街坊的評價，一直堅持自己調味，把一條魚變成一個味道的世界。這是南粵水鄉浸潤出的獨特記憶，也是順德菜的脈絡主線。廣東不產小麥，但並不影響老廣嗜好麵食。各式茶點把麵演繹出迥然不同的南粵風情。早上6點，增城東區市場內的包子店就要開始準備蒸包子了。
在衍生成饮茶文化前，茶点不过是人们早起劳作的果腹之物，以粗粮为主。叉烧包、鸡球包出身并不金贵，老广们把它们称为大包，既可当主食扛饿，又有点心消闲的滋味，至今是早餐中的主角儿。要2个是吗？好，要燕麦的还是要白的？给我们白馒头啊，白馒。小店里忙碌的背后，是24小时不间断制作的工厂，源源不断地为这些早餐店提供各式新鲜包点。经营这间包子厂的林伟贤，同样对廣式大包熱忱不改。每日都要做到咧，就係20萬，有時咧就突破到30萬隻。而我哋做出嚟嘅咧係即做，今晚做完之後，第日早上咧就即刻咧就係燒去整個珠江三角洲。對廣式大包的喜愛，還得從10年前說起。原本做餐飲生意的廣州本地人林偉賢，總想念小時候吃過的叉燒包，於是便開起了包子店，專賣叉燒包。沒想到手工製作的包子很受街坊喜歡，10平米的小店常常排起長龍，每天最多能賣出6000個。而最吸引顧客的是叉燒餡兒裡藏着的老廣味兒。去皮的新鮮豬頸肉肥瘦相間，煮了不柴不膩，嫩中帶脆，是製作叉燒包最好的餡料。清洗後切成大塊，放入滾水中煮開，撈起瀝乾，炸上一遍，前期準備工作才算完成。為了讓口感更接近老廣們記憶中叉燒包的味道，叉燒的烹製也是大鍋炒製。豬頸肉入鍋後，加入酒、生抽、糖和秘製的醬料炒熟，不加一滴水，這樣才能使醬汁濃郁，完全將豬肉包裹。一鍋25斤豬肉，反覆翻炒，考驗師傅們的臂力。一塊叉燒的美味與否，從豬肉的選擇、醬料的秘製到火候的把控，每個細節都十分的重要。咁嗰啲市民一試啦，哇！隻包個皮咁鬆軟嘅，再食到啲餡咧，哇！呢種咧就傳統嘅口味喎。做好的叉燒色澤暗紅，肥瘦適中，用機器打成均勻的肉碎，便可以用來製作包點了。10年間，機械化慢慢替代了傳統手工，而這裡的叉燒包依然堅持手工製作。從揉麵、分塊、製成麵皮，每一步都離不開師傅們的雙手。人工係經過咧就反反覆覆用啲係陰力去完成佢個工藝流程。你搣開隻包，手工做出嚟，佢係好細膩。2兩麵皮，6錢叉燒餡料，一個個叉燒包在師傅們的手中成型了。80個師傅，每天要完成10萬個包子的製作。做好的包子經過發酵就可以入蒸籠了。為了保證叉燒包開花，溫度和時間的把控十分重要。經過高溫蒸製，包子裡的面筋、氣孔、紋路達到最佳的效果，可以膨脹到12公分，比起茶樓裡的叉燒包至少要大2到3倍。出鍋的包子外皮雪白，包面含笑而不露餡兒。輕輕掰開，微微上芡的叉燒餡兒軟嫩飽滿，
油润而不腻。每个月，包子厂都要消耗大量的面粉。潮湿多雨的广东并不适合小麦生长，原料大多来自北方或者是进口。七哥，睇下啲小麥啦，嗰個係美遠白麥，質量非常之好嘅。都係達到我哋個要求啦。小麥咧就係有季節性嘅，夏天如果國內嘅小麥咧就係比較係適合。如果呢個季節過咗之後咧，我哋就會採用進口小麥。睇下啲粉嚇，嗰啲粉。做餐飲出身的林偉賢知道原料對品質的決定作用，總會定期到麵粉廠採購。呢啲啊全部都係同我哋生產。經過脫殼打磨，這些小麥將成為製作包點的材料。和北方的大包不同，廣東的包子使用的是精麵粉。麵粉選用，林偉賢有自己的標準。因為一粒麵粉咧，就佢分好多個組織。咁而家我哋採呢隻麵粉咧，就係要攞一個粉心，佢嘅麵粉味同埋佢嘅筋度係最適合做我哋嘅一包嘅。買回來的這些麵粉將會經過師傅們的巧手，成為一個個我們熟悉的包點。這些年，除了最有名氣的叉燒包，不斷研發改進的流沙包、燕麥包、核桃包、紫薯包、紅糖包等50多個品種，也豐富了江南第一包的麵點食譜。好啦，呢啲係今日新嘅品種，新研發嘅柳葉包。柳葉包係自己做出嚟嘅，一定要試啊！而林偉賢也沒有停止對產品的研發，老產品的抽樣和新產品的試吃成了每天的必修課。係啊，佢因可能啊開心人嚟做開心包係嘛？在林偉賢看來，做包子沒有秘訣，遵循傳統，一張一弛，一板一眼，一心一意，成就街坊追尋的一道美味。和內地不同，沒有綿延的土地，面對大自然的嚴酷，在大海覓食的老廣們只能把主食的主意打在魚的身上。凌晨2點，饒平景州鎮的水產批發市場燈火通明，漁民的一天從這裡開始。真啊？點知咩會啊？咩好啊？辣仔撈啊！啊。和其他前來交易的人一樣，林玉華要趁早到水產市場買魚，才能挑到第一手的優質海鮮。點知係暗哥我有多杯？古蠔一斤水咁使啊？點解媽做差多杯10幾根。好，抓魚飯的話，常用的那個魚種的話，有那個巴郎、花鮮、秋刀，這些的話就是比較常用的那個魚種。黃強，還有那個紅口，這些的話就是比較貴一點的魚。林玉華所說的魚飯，到底是怎樣特殊的美食呢？魚飯製作雖然簡單，但前期工序卻全都是手工活。清洗是關鍵的一環。我們都是用那個海水來進行一個清洗，還有一個醃製的過程。海水的話，因為它是含有一定的鹽度，這樣子的話，那個魚身等一下煮完了以後，它會更加硬身一點。傳統的魚飯製作不用開肚去鰓，洗淨後，另一個關鍵步驟就是將魚擺放到刷洗乾淨的竹籃裡。那個頭朝下40度角，圍成一朵花一樣。中間的話，它留一定的那個空間，它是為了煮的過程比較難煮，能把這個魚煮熟。擺盤撒鹽，每天同樣的動作要重複幾百次。2015年，在外打工的林玉華回家，跟着有30多年賣魚經驗的父親學習製作魚飯，把一個小作坊做成了大魚行。魚飯的種類
已经不局限于传统便宜的花鲜鱼、巴浪鱼、菇鱼，还多了黄角鬣、那哥、青鲈等10多个品种。林玉华煮鱼，除了海盐水，还有一味秘方。这个海水的话是直接那种大船，然后出到沿海去把这个海水拉回来的。因为以前传统的鱼饭都是直接在船上，直接用海水煮的。煮鱼的水准备就绪，腌制了20分钟的鱼也准备下锅了。为什么要加这个筛子呢？就是防止这个鱼在蒸煮的这个过程中，它浮动或者说变形。包括我们最上面的要加那个重物，也是为了在蒸煮的过程保持它的美观。无需任何调料，要的就是淡淡的鱼腥气和海水的咸味儿。等待猛火煮上15分钟便可出锅。古书中将蛋明称为不食利者。在没有冷冻保鲜技术的旧时，出海几日不归的渔民，为了保存食材，就地取材，在船上架起铁锅，取海水将鱼煮熟，回航就可以售卖。煮熟的鱼用热水淋在鱼面上，去除泡沫，让篮子里的鱼汤流出，晾凉后，一份完美的鱼饭才算大功告成。外乡人第一次吃鱼饭，都会惊讶：鱼饭为何只见鱼不见饭呢？鱼饭是没有饭的，说我们这个鱼饭蒸煮出来以后比较鲜甜，可以当成那个饭吃。新鲜质优的鱼饭，外表鱼色富有光泽，鱼身坚挺硬直，干香不输米饭，营养堪比主食。鱼饭绝非浪得虚名。制作好鱼饭，林玉华要趁新鲜送到揭阳售卖。30多个品种，400多筐鱼，这是林玉华一天的销量。我嚟腳咯，仔，但係我哋邊條？你一老烏啊！每天只要是林玉华的鱼饭，总能在1个小时内被抢购一空。这些鱼饭，明天将出现在潮汕人的餐桌上。而忙碌了一天的林玉华，总算可以回家吃饭了。小 BB 啊，我吃了。小 BB 好了，来吃了，回去啊，吃了，吃。鱼饭的标配便是一碟普宁豆瓣酱，用简单的方法唤醒惊艳的滋味。像煮饭一样煮鱼，像吃饭一样吃鱼，变为鱼饭。这种在大海里诞生的蛋明主食，本是无奈之举，却成就潮汕人难以割舍的滋味。主食无论米面都不会有唯一形态。地处山区的梅州大部，各种用大米制作的小吃闻名遐迩。在客家人口中，这种米制品称为板。今天，林江华寻找的是一种客家地区普遍食用的植物——艾叶。春天种油菜，夏天收稻谷，还有地头的野生艾叶。位于大东镇的这片有600多年历史的梯田，在自然的滋养下，总能为当地人提供丰富的食材。在比较鲜嫩的拿来做艾板，还有头一部分呢，就是拿来煲汤，吃了比较活血。
采摘回来的艾叶和浸透晾干的糯米混在一起，在石臼中用木锤捣碎。客家人从中原地区迁徙而来，把北方小麦磨粉的蒸煮文化应用到稻米上。1000多年前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客家板文化。经过反复捶打，再过筛成粉，艾板的原料就准备好了。逢年过节，家家户户制板。林江华从小跟在母亲旁边打下手，如今已经成为家里制板的主力。我们大埔的小吃有200多种，都是米和糯米连成一块做的。像板就是差不多相似的，还有做春卷这些呢，就是要靠个人口味搭配配料，好吃不好吃就人家品尝得出来。到那个材料。哦。做好的艾板散发着浓浓的艾叶香，具有祛湿、暖胃等功效，是客家人1年4季都离不开的小吃。而祭祀必备的甜板，糯米的配料换成了红糖水。蒸熟后的甜板，用猪油煎至两面微焦，脆韧可口，是本地人的年糕。同样是红糖制作的印子板，因为加入了粘米，制作起来更松软，菱形板模印制出来的形状也有了特殊的寓意。甜板代表着甜甜美美的意思，还有那个印子板呢，就是喜庆和婚庆呢，那个乔迁呢，都有人做那个板。为了照顾父母，林江华选择了留在家乡工作。如今，很多年轻人都走出了大山，会制作本地小吃的人也越来越少了。除了米板，本地人制作小吃也善于利用山里的食材。刮去肠粉的猪小肠，清洗干净，灌进打好的蛋液，两头用绳子绑住，放在锅里煮熟，便是本镇独有的小吃灌春卷。这个水不要太开放下去，还有不要搞到边上，不然那个肠子会裂开。吃的时候，把春卷切成小段，轻轻划上十字刀，放入汤锅中，加点鱿鱼丝、葱花和胡椒粉，便可以食用了。今天林江华起了个大早，将准备好的贡品和米板装入祭祀专用的竹篓里。1年1度的环福活动，将在有400多年历史的花萼楼外举行。作为广东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围楼，形似花萼，显示了客家人圆满、团结、平均、平等的生活理念，也是林江华小时候生活的地方。20年前，楼里的村民搬进了新建的楼房，这里变成了祭祀、庆典的公共场所。年初许福，年末还福。还福意为答谢或回报。村民们经过1年的辛劳，迎来了鸡鸭成群、谷满仓、糖鱼肥美、果飘香的富足时光。为了感谢上苍庇佑，10多年来，家家户户置办鸡、鸭、鹅和各种果品，
还请来了连演3日3夜大戏的汉剧团，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。而在外工作的亲友也会在这一天回家来，共同庆祝。节日的喜庆里，丰盛的餐桌上，来自山间田野的食材，长相普通却健康滋养，是对客家人辛苦1年的奖赏。1日3餐享用着自产的稻米以及米板，安康长寿，铸就本地的长寿之乡。无论是一粒大米，还是一捧面粉，无论是遇水成舟，亦或揉搓成包，主斧在不同地域间自然转换，甚至让颠沛于海浪的渔民给一条鱼赋予饭的重任。时光流转，不论主斧，免于机井后的珍惜，是老广始终如一的坚守。